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我 iPhone 12 mini 的使用心得。这支 iPhone 12 mini 我已经使用1个礼拜了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有好消息，但是也有坏消息。那开始之前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未来更多关于 iPhone 的教学跟资讯哦。如果你有看我之前2部影片或者是 IG 的话，大概就知道我在使用 mini 上面真的是遇到了一些瓶颈。首先呢，就是这支 mini 它在更新到 iOS 14.2的时候，它竟然给我宕机，它给我卡在那个苹果的 logo， 然后就不动了，就1个小时都没有动。好吧，没有关系，那我就继续用。没有想到呢，就在昨天早上，就是昨天那支影片我就有讲说，我早上起来的时候闹钟没有响。因为这只手机竟然给我自己没电，那我先说呢，晚上睡觉手机就是会开到飞行模式的，然后那一天它就自己给我硬生生从60几%直接跌到0%，然后我给你们看我电池的那个图表啊，它就是从60%直接这样陡坡下来，然后中间荧幕开启分钟数是0分钟。后来就有一个网友跟我讲说，有可能是他 App 在更新的时候，我把它开到飞行模式，结果它还继续的在那边跑，所以就没电这样子。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也太扯了吧。总之呢，撇开这2个我在 iPhone 11跟12上面都没有遇到的情况，我大概是买到机网了吧。其他的部分我要来分享一下我使用上面的感觉。希望大家不要跟我一样买到 mini 的机网。首先呢，它的尺寸真的非常的刚好，如果你喜欢小手机啊，或是你在用 SE 第1代的话，真的可以冲了。它除了非常小只，而且绝对可以单手掌握之外呢，它的萤幕我觉得也非常的大。以这个比例来说，它的萤幕已经算非常大的了。然后我觉得最棒的体验就是我平常走在路上都会拿着手机嘛，时不时就要滑一下、传一下讯息什么的。然后它走在路上，你都不会觉得说它会从你的手中滑出，因为它真的非常小只。如果你是拿12或是 Pro Max 的话，你走在路上就会觉得哪1分钟它可能就会滑出去的那种感觉。而且你也知道，女生手上有的时候东西就是很多啊，什么包包啊、饮料什么的。然后如果你拿的是 Pro Max 的话，真的很危险。所以我自己对 Pro Max 也是非常的犹豫啊，因为我想要拿它来拍东西，可是我又觉得它太大只。然后有些人就说，那你就用12 Pro 啊，但是因为12 Pro Max 它有那个 Sensor Shift，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强，所以我应该是会换到 Pro Max 使用一阵子看看情况怎样再说吧。那虽然我前面讲说，对于小尺寸的手机来说，它的萤幕比例非常的大，但是它的键盘对我来说太小，因为我自己的手很大，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啊。就是我如果要按那么小尺寸的键盘的话，有点不习惯。然后加上我之前就是用11码，然后12，他们键盘都是比这个大的，所以这个算是我自己个人的习惯吧。就是在 mini 上面打错字的频率真的还蛮高的，让我有一点困扰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要讲到大家非常关心的续航力的部分。这个部分呢，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觉得它跟12并没有差那么多，顶多就是差1-2个小时的续航力吧。然后一整天下来呢，大概荧幕开启时间可以使用5到6个小时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图啊，我是把它冲到99%，然后最后是用到好像剩下5%吧，我记得。然后这个时间是从早上的大约7、8点，一直到晚上的9点，中间都完全没有充电。然后我那天也没有顾虑说我要不要省电啊，或者是用一些不耗电的 App 之类的，就是毫无节制的在使用这个电池啦，所以算是还蛮准确的。所以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的续航力大概是可以维持12个小时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大家也知道说我是一个非常重度的手机使用者嘛，然后我在使用它的时候，我不会觉得说它掉电很快，或者是一直需要去充电的感觉，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掉电太快的话，会有一种焦虑感。然后我之前也有拍过 SE 第2代的开箱影片跟测评嘛，那个时候我觉得 SE 它的续航力真的不是很好。那我觉得 mini 相对于 SE 第2代呢，它续航力是有显著提升的。那总而言之呢，我觉得它的续航力是过关的，还算够用，大约1天1充。那如果这样子呢，你还是非常担心 iPhone 12 mini 的电量不够用的话，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上一部影片，有教大家一些 iPhone 12 mini 的省电小技巧。然后我目前在 iPhone 12 mini 上面使用 App 还没有出现闪退的问题，因为我之前用12的时候，其实它有一些 App 是会闪退，但是后来
更新到 iOS 14.2之后，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。再来呢，我们谈到相机的部分 ，iPhone 12 mini 它的相机跟 iPhone 12是一样的。那这一次呢，12跟12 mini 跟11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夜拍的部分。那我们之前也讲过，这个夜拍呢，它其实是一种软体更新，而不是硬体更新。所以基本上呢，它的相机硬体是跟11差不多的，只是在于软体它的调教啊，还有夜拍的曝光功能，使得它的这一次夜拍功能非常的强大，比前一代好很多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常常有在用手机拍人像啊，或者是在低光源的环境下拍照的话，这一代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很有感的升级。那我们再复习一次 mini 跟 Pro Max 它们相机的差别。虽然我觉得原本会选 mini 的人就不会选 Pro Max， 就是这一次 Pro Max 它的相机感光晶片大了47%，不管是在细节啊、色彩之类的，都会比其他的 iPhone 12来的进步。但是这个进步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是看不太出来的，因为不管是 iPhone 12 mini 或是12，它们的主镜头都已经非常的强了。要说最大的差别呢，其实就是在夜拍的部分，因为感光晶片比较大嘛，它自然可以吸收更多的光线。但是我们论实际上的应用来说呢，大部分的人其实不会那么长的使用夜拍，所以就可以看到很多有在玩相机啊，或是平常有在搞摄影的这些人，这一次都直上 Pro Max。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呢，这个差距其实并不是那么大。然后还要讲到一个非常大的差别，就是它们的重量。mini 它的重量几乎是等于不存在的，非常非常的轻。就算你加了一个电池壳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它的重量都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 Pro Max 就不一样了 ，Pro Max 真的非常的重，是重到我不想要放进包包的那种重哦。所以重量的部分我其实也是非常犹豫啦，就是最后可能会选12或者是12 Pro Max 还不确定。那总之呢，这一次喜欢小手机的人真的可以冲了。我觉得它是一只续航力 OK、重量非常轻、萤幕够大、小尺寸的手机。老实说，我觉得它的设计已经没有什么好挑剔的，因为它的相机也是跟12同一个嘛。那要说缺点的话，就是我一开始讲的，它在软体的部分可能现在还没有调教的非常好，有的时候会宕机啊之类的。影片的最后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最新的资讯的话，也可以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我会在里面分享一些手机的资讯啊，或是手机壳的分享等等的，欢迎大家去看看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